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但规模大到有点吓人的市场。它被称作私人信贷。有些人说它是金融创新的未来，但也有人警告它可能就是下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引爆点。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对我们的投资，对未来的经济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价值数兆美元市场的神秘面纱。我们直接来看一个数字，超过2兆美元。你可能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感觉，那我换个方式说，还记得2008年那场几乎搞垮全世界的金融海啸吗？引发那场风暴的次级房贷总规模大概是1.3兆美元，而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市场是它的将近2倍大。对，你没听错，2倍。光是听到这里，我想就足以让我们打起12万分精神了。而且这不是什么遥远的学术讨论，就在最近，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你一定听过，他们突然做了一件事，限制投资人从他们旗下一个主要的私人信贷基金把钱领出来。这就有点像你突然听说某家大银行门口开始有人在排队了，这个警讯一出来，整个市场的气氛瞬间就变得非常真实而紧张。好，那问题来了，这个突然冒出来还大到有点让人不安的市场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又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金融新领域。私人信贷讲白了就是一些不是银行的机构，像是那种很大的投资基金，直接借钱给公司。你看，整个过程都不经过公开市场，也绕过了传统银行那套严格的监管。所以很多人也叫它影子银行，听起来就很有神秘感，对吧？那这个市场的盘子到底有多大？现在大家估计全球大概有3兆美元。3兆，这个数字本身就很惊人了，但更令人担心的是它的成长速度。你知道吗？这在短短几年内就吹起来的巨大气球，现在已经大到如果它破了，后果不敢设想。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它会涨这么快？其实主要有3个推手。第一，你想想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变得超严格，银行自然就不太敢做风险高的生意了。第二，银行业自己也一直在整并，变成几个超大的巨兽，他们就只喜欢做那种标准化的贷款，很多中型公司的需求就被忽略了。那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过去10几年利率低到不行，投资人为了追求高一点的回报，只好把钱往这种地方塞。这3个因素加起来，就把它整个拱上去了。不过有趣的是，有人不这么看，有些人反而觉得，这个市场不是炸弹，反而是个金融的稳定器。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违反直觉？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到底该相信谁？这风险到底有多严重？这就是现在整个华尔街各国的监管机构，还有我们这些投资人最想搞清楚的问题。支持者会拿这张表跟你说，你看，私人信贷基金跟银行不一样，他们的钱是从投资人那里来的锁定资本。白话文就是这笔钱是绑了合约的，不能说领就领，有点像定存。这跟银行那种大家随时可以去领的活期存款风险完全不同，比较不会发生挤兑。而且他们玩的财务杠杆也相对保守一些。你看这张联准会的图，这很重要。它告诉我们，银行借钱给这些私人信贷基金的时候，都有拿到最好的担保品，叫做第一顺位担保债权。意思就是，万一真的出事了，借钱的公司倒了，银行是第一个排队拿钱回来的人。就是因为有这层保护，很多专家才觉得，就算私人信贷出问题，应该也不至于马上拖垮整个核心银行体系。好，乐观的话我们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事情的另外一面了。像是国际货币基金 IMF 这一些全球金融的看门狗，他们可没这么乐观，他们直接点出了5个关键的弱点。这5个弱点分别是体质很脆弱的借款人，很难变现的投资工具，一层又一层的杠杆，估价不透明的资产，还有就是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5个东西就像一条生锈的锁链，只要其中一环断掉，很可能就会引发连锁反应。我们先看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来借钱的都是些什么公司？答案是体质通常不太好，很多都是规模比较小，
本身债务就已经很高的公司。你想，一旦经济不好，利率一升，这种公司是不是最先撑不住的？再来这个估值问题更麻烦。这段话说得很好，公开市场的价格已经告诉你有风险了，但私人信贷那边的估价却还说这个贷款价值满满。这两个数字不可能都是对的，这背后代表什么？代表这些资产的账面价值很可能只是个假象，因为没有公开交易，没人知道它到底值多少钱，真正的亏损可能早就发生了，只是还没爆出来而已。第三个，层层叠加的杠杆，这就有点像你不只用你自己的钱投资，还跟银行借钱去投资，想赚更多。这些基金就是这样，用投资人的钱不够，还要去借钱来投资，这样报酬率才漂亮。但你想想，赚钱的时候是放大，那赔钱的时候呢？当然也是加倍奉还，整个系统就变得非常不稳定。最后这一点，我觉得最让人担心。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影子市场爆了，跟我们没关系。错了，它跟我们熟知的银行体系连得非常紧密。穆迪估计，传统银行曝险的金额可能高达3000亿美元。这就像有一条看不见的水管，如果影子市场淹水了，水会直接灌进我们的主流金融体系。好的，我们听了正反两方的说法，现在终于来到最核心的问题了，一个价值好几兆美元的大哉问。现在市场上看到的这些紧张气氛，究竟只是短期的流动性危机，还是更可怕的信用危机？这两个差很多哦。我打个比方，流动性危机就像你钱包里没现金，但你知道你户头里还有钱，只是暂时领不出来。但信用危机就不一样了哦，它代表你户头里的钱或你名下的资产已经变成废纸了，根本不值钱了。搞清楚是哪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穆迪这位专家的话就点出了关键，他说，目前来看，这比较像流动性问题，还不是信用问题。但他后面补了一句，但如果流动性问题拖太久，就会变成信用问题。你看，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今天的暂时周转不灵，如果一直解决不了，明天可能就真的变成彻底完蛋了。所以说了这么多，不管你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有一个事实是谁都无法否认的，就是这个几兆美元大的市场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又严重又长期的经济衰退。它就像一个在实验室里在完美环境下长大的东西，我们谁也不知道当外面的世界真的刮起狂风暴雨时，它到底会怎么样，而这个未知就是所有风险的根源。所以这个庞大的影子市场，它究竟是金融创新的下一步，让整个系统更有效率，还是一个我们亲手打造的还没被引爆的金融炸弹？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会直接决定下一次全球经济风暴的样貌，也跟你我未来的财富息息相关。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持续关注下去。